在美国华盛顿的清晨，太阳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一片人潮已经汇聚起来。来自50个州的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高举标语，齐声呐喊：放手，放手！他们抗议的矛头直指两个人，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以及科技巨头伊隆·马斯克。这个被称为放手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席卷全美，也在全球多个城市引发声援。抗议者愤怒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几天前的一项政策宣布。就在不久前，川普总统突然宣布对几乎所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新一轮关税，即一刀切的10%进口税，以及针对欧盟等有贸易顺差国家更高的关税。其中，对欧洲联盟的商品征收高达20%的关税，被川普称作解放日关税方案。川普高调宣称，这一举措将迫使他国尊重美国贸易利益，帮助扭转长期的贸易逆差。他的贸易顾问们也坚信，强硬施压是让制造业工作重返美国的唯一道路。这项激进的贸易举措瞬间引发了全球市场的震荡。华尔街股市在消息公布后的几天内连续暴跌，特斯拉等科技巨头股价亦深受重挫。据估计，短短几日间，马斯克个人财富就缩水了数十亿美元，投资者人心惶惶。经济学家警告，这可能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对于长期倡导自由贸易的专家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然而，真正让公众感到震动的，不仅仅是川普的关税大棒，还有曾被视为川普盟友的马斯克出人意料的公开反对。伊隆·马斯克，这位特斯拉和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素来以支持一些川普政策而著称，还接受了川普政府特别顾问的职位，领导一个名为政府效率部的机构，其英文缩写为 DOGE， 协助推进政府精简改革。在许多人眼中，马斯克是川普政府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既是硅谷创新的代表人物，又在白宫拥有一席之地。然而，当川普抛出关税重拳后，马斯克却一反常态地站出来唱反调。镜头转向社交媒体平台 X， 也就是原先的推特。川普宣示关税措施的隔天凌晨，马斯克在网上发布了一连串令人瞩目的帖子。纳瓦罗在电视节目上为关税政策辩护时，不忘强调自己拥有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马斯克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地讽刺道：拿着哈佛经济学博士自诩，可惜这不是好事。紧接着，他批评道：真正的问题是纸上谈兵的人太多。马斯克罕见的愤怒显而易见。要知道，贸易关税并不是马斯克平日热衷讨论的话题。作为商业巨头，他往往谨慎避免在公共场合直接评判政府的贸易政策，以免引火烧身。但这一次，他选择了直言不讳。就在马斯克发声的同时，这番质疑也传入了白宫的耳中。白宫西翼的一间办公室里，气氛凝重。负责贸易事务的顾问彼得·纳瓦罗轻声对川普低声说道：总统先生，马斯克刚刚在网上公开批评我们的税政策。川普闻言眉头紧锁，随即挥了挥手，语气生硬地说道：关税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关键，谁反对就是在妨碍我们的复兴。他环视四周，又补了一句：让他管好自己的公司，我不会为了任何人的抱怨而改变。周围的顾问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马斯克在网上的不满并没有改变政策分毫，关税计划仍按原定日程推行。随后的一个国际视频会议上，马斯克更明确阐述了他的立场。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场政党会议上，马斯克通过连线发言，他的语气平静却坚定地说：归根结底，我希望美国和欧洲能够实现零关税的贸易关系，打造横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区，这就是我对总统的建议。这番话等于公开呼吁取消关税壁垒，与川普几天前宣布的关税新政针锋相对。消息传回国内，立刻激起轩然大波。支持川普的民族主义者对马斯克的言论感到恼火，认为他忘恩负义，胳膊肘往外拐。我们选出的总统在保护美国工人，他倒好，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帮欧洲说话。一时间，马斯克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充斥着愤怒的指责。然而，另一边，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拍手称快，连马斯克都看不下去了，说明这关税政策确实有问题。在舆论场上，马斯克的表态点燃了关于自由贸易与民粹主义的激烈讨论。究竟什么是自由贸易？
什么又是民粹主义？两者为何会在关税政策上正面碰撞？让我们把时间的镜头拉远，来看清这场冲突的思想根源。自由贸易，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间尽可能减少贸易壁垒，让商品和服务可以自由流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自由贸易逐渐成为国际经济的主流共识。许多国家通过谈判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关税税率一降再降。支持者相信，自由贸易可以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让资源配置更有效率，消费者也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从历史经验看，自由贸易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20世纪下半叶开始，跨国贸易和投资激增，技术和思想也跨越国界传播。不仅大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普通消费者也享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商品。然而，自由贸易的红利并非人人均沾。在制造业萧条的美国铁锈地带，一些工厂工人失去了饭碗，他们将此归咎于廉价的海外进口和工厂外迁。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上，50多岁的前钢铁工人约翰·史密斯就经历了这种痛苦。他所在的钢厂在廉价进口钢铁的冲击下倒闭，如今只能靠零工勉强糊口。谈起自由贸易，这位粗壮黝黑的汉子满是怨言，那些贸易协议可没有照顾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像他这样的失意者，对全球化充满挫败和愤懑，成为民粹主义情绪滋长的土壤。民粹主义本意是强调人民的利益，对抗精英的政治运动。当政治人物以民粹主义自居时，常常声称要替被遗忘的普通人讨回公道，对抗所谓的建制派和全球化精英。在经济政策上，民粹主义者往往主张保护本国产业，限制自由贸易，以维护本地就业和主权。这种思路在历史上并不鲜见。1930年，美国在经济大萧条初期通过了斯穆特获利关税法，大幅提高上万种进口商品关税，试图借此保护本国企业和就业。但各国很快发起报复性关税大战，全球贸易量断崖式下跌，结果适得其反，加剧了经济萧条。正是由于这段教训，二战后各国才更倾向于通过合作来降低关税，促进贸易。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保护主义呼声又卷土重来。川普正是凭借这种民粹主义浪潮登上总统宝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竞选期间大力抨击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称之为灾难，指责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协议出卖了美国工人利益。他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承诺通过提高关税，重新谈判贸易协议，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回顾川普的第一任期，他曾在2018年发动对华贸易战，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当时他的支持者欢呼，这是在对抗中国长期以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反对者则警告此举将抬高物价，伤害美国消费者和农民。事实证明，那场针锋相对的关税战让美国企业和农户蒙受了损失，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双方经济都受到拖累。到2020年，贸易战阴云下的美国制造业并未出现预想的大规模回流，反而是消费者为更贵的商品买单。尽管如此，民粹主义的贸易保护思路在川普的铁杆基本盘中仍有市场。在他们看来，自由贸易这个听上去美好的理念，到了现实中却演变成精英获利、工人受损的不公平游戏。他们期待强人领导人为人民对抗外国竞争，哪怕付出一些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当川普在2025年初重返白宫，再度执掌总统权杖时，他重新祭出了关税大棒。这一次，他不再局限于对某一个国家单独施压，而是挥向几乎所有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经济体。一场更大范围的保护主义冲击波开始了。当川普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推进关税政策时，站在对立面的马斯克则成为自由贸易阵营中引人注目的一把声音。马斯克为何如此反对关税？除了他对全球市场开放和效率理念的坚持之外，也有着切身的商业利益考量。以特斯拉为例，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遍布全球，多数零部件需要跨越好几个国家才能组装成一辆完整的汽车。
突然提高关税，就像在精密运转的机器中投进一把沙子，会严重干扰供应链的稳定。更何况，欧洲市场一直是特斯拉的重要销售地区之一，而川普对欧盟征收高额关税引发的反感情绪，可能让欧洲消费者抵制美国产品，这无疑对特斯拉非常不利。事实上，受地缘政治紧张和欧洲本土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特斯拉在今年年初欧洲的销量已大幅下滑，这让马斯克更加意识到贸易壁垒的增加正在威胁他的商业版图。然而，将马斯克的反对仅归结为护卫私利也并不全面。马斯克一向以全球视野著称，他所涉足的 SpaceX、星链计划等项目都带有跨国合作和全球市场的属性。他相信技术进步和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超越国界的合作才能解决。从这个角度看，他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也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他希望构建一个更开放互通的世界，让人才和商品自由流动。也难怪在意大利的发言中，马斯克甚至提到希望人们在不同大陆之间工作和迁移都能更加自由。这理想其实已经超出了纯粹经济范畴，更像是全球公民的愿景。思想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现实政治的激烈冲突中。当关税 vs 自由贸易的争论在高层发酵时，美国的寻常百姓也感受到了这场博弈带来的影响。川普的新关税甫一落地，美国许多行业的产品价格就出现了上涨的苗头。从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到农场里需要的化肥、机械，全都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几家大型零售商警告，如果关税长期实施，消费者可能不得不承担更高的购物账单。同时，华尔街的震荡已经冲击到了普通人的退休金账户，不少养老金投资出现缩水。对于还未从前几年经济起伏中完全恢复的中产阶级来说，这无疑又是一场噩梦。雪上加霜的是，川普政府几乎同时在推进大规模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和机构重组。马斯克政府效率部正是执行这一计划的核心力量之一。联邦机构裁员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国税局裁减了成千上万的岗位，社会保障局的部分办公室关闭或人手锐减，本该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政府部门骤然紧缩。许多人开始担心自己的福利和权益是否还能得到保障。65岁的琳达站在马里兰州一处关闭的社保办事处门前，气愤地对聚集的群众喊道：“这是我的养老钱，我辛苦工作了一辈子，不是让他们这样砍掉我的保障的。”他的话引发了人群的一片呼应，那是我们的钱，我们的保障。民众的不安与愤怒不断累积，终于在4月的第一个周末爆发了惊人的能量。一场全国性的抗议集会迅速酝酿，并通过社交媒体和社区组织者的号召席卷开来。从纽约到洛杉矶，从芝加哥到休斯敦，全美超过1200场抗议在同一天同时爆发。据估计，光是在美国本土就有超过60万人走上街头，如果算上同时在伦敦、柏林、多伦多等地声援的游行，参与人数更是超过100万。这是自2017年初妇女大游行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示威。这场遍及全国的抗议由众多组织联合发起，超过150个不同的民间团体，包括进步派的基层联盟、妇女大游行等社会运动组织、劳工工会、人权团体、退伍军人协会等等，在此刻选择站到一起，组成一个临时的联盟。很多团体早在川普第一任期时就曾并肩抗争，如今为了同一个口号放手，再度携手。各色人等或许关注的议题不同，但他们此时发出的呼声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川普的支持者选择袖手旁观，甚至为总统辩护。在他们看来，美国早就该对外强硬，关税重压只是为了逼对手让步，为了国家重新强大，吃点苦又算什么？一位川普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这些人坚信短痛之后会迎来美国制造业的春天，因此街头的喧嚣在另一部分民众眼中不过是大惊小怪，他们相信川普正在做该做的事。在华盛顿特区，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白宫附近和国会山前，高喊着各式口号：别动我们的就业，把手从我们的医保上拿开。一面写着市场暴跌，
川普打高尔夫球的讽刺标语吸引了众多摄像机的镜头，人们嘲讽川普在经济危机中却悠闲度假。在纽约曼哈顿第5大道上聚集的队伍绵延了20多个街区，街道两旁响彻着统一的口号：放手，放手。意思很明确，示威者要求川普政府停止他们眼中对民众权益的侵犯，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社会上的。他们指责川普的关税政策和预算砍削是对人民的恶意收购，把国家当成一桩生意在粗暴对待，结束亿万富翁的权力游戏。波士顿游行的人群中，一条横幅如此写道。一些组织者在散发的传单中号召，无论你是因我们的民主遭到攻击、工作岗位流失、隐私遭到侵犯，还是公共服务遭到削减而站出来，这一刻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团结起来，向权力说不。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场抗议并不仅仅针对川普个人，许多标语牌上把马斯克的名字也列为抨击对象。马斯克别插手。有抗议牌子上写着，对于不少抗议民众而言，马斯克此刻虽然在关税问题上与川普唱反调，但他依然是川普政府的一份子，而且是推行精兵简政、裁撤公共项目的先锋人物之一。他们担心，像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在政府内掌握大权，正在帮助川普推进一个有利于富人的议程，却让普通人为此埋单。在一篇媒体报道中，抗议者抨击了一系列政府政策，包括激进的贸易关税、联邦雇员、裁员、驱逐移民，以及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削减行动。在他们眼里，无论是关税还是裁员，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体现的是对民众利益的无视和侵犯。因此，示威的呼声同时针对川普和马斯克，这并不矛盾。一位参加芝加哥游行的年轻女教师举着的标语上画着川普和马斯克的漫画像，两人各用一只手攥住美国地图的一角。她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他们一个搞贸易战，一个砍公共服务，最后受伤的是我们老百姓。面对汹涌的抗议浪潮，白宫方面表现得相当冷淡。川普总统本人并未正面回应抗议，而是照常飞往佛罗里达，在自家的高尔夫球场度过周末。总统助理新闻秘书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声称政府将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不会让老年人的福利受到影响，并且指责抗议者和民主党人夸大其词。他表示，总统所做的是在纠正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让国家更安全、更具竞争力。声明还把矛头转向移民问题，称倒是那些主张给非法移民全民福利的人，才会真正耗尽我们的社保资源。总而言之，川普政府对抗议采取了淡化和转移话题的策略，并未表现出在政策上有所松动的迹象。马斯克在这段时间里则保持了出人意料的低调，除了最初的几条社交媒体发声和在欧洲会议上的谈话，他并没有进一步参与公开辩论。据传，白宫内部对马斯克这种越剧的言论颇为不满，强硬派人士向他施加了压力。作为总统特别顾问的任期将于下月结束，马斯克是会续任留在政府内继续发挥影响，还是抽身而退以保全个人和公司声誉，一时间成了媒体猜测的话题。这位特立独行的企业家似乎陷入了两难处境，他需要决定是继续留在体制内推动他认为正确的方向，还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马斯克心中如何权衡，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引发的这场关于关税与自由贸易的论战，其余波尚未平息。而在美国之外，国际社会也在紧张地观望着这场风波。欧洲联盟的官员谴责华盛顿单边加税的做法，警告美国不要走回以邻为壑的老路，并暗示可能采取报复措施。中国外交部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贸易战没有赢家，表示会坚决维护自身利益。曾经主导制定自由贸易规则的美国，如今自身却成为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不安定因素，这令盟友和对手都深感忧虑。自由贸易的未来走向不仅攸关美国国内的民生福祉，也牵动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神经。透过这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美国社会两种思潮的激烈碰撞。一方是以川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他们高举保护主义大旗，
意图迅速而直接地回应那些感到被全球化抛下的选民的愤怒，而另一方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全球化拥趸和自由贸易派。他们相信市场开放和国际合作才是长远之道，哪怕短期阵痛也不能通过逆转全球化来解决问题。双方的出发点似乎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对利益二字的理解和实现路径却截然不同，是筑起关税壁垒保护眼前的就业，还是拆除藩篱追求更广阔的繁荣？没有哪一种选择是毫无代价的。民粹主义的保护政策也许能暂时保住部分传统行业的岗位，却可能带来整体经济效率下降、物价上涨的隐忧，而自由贸易能够创造整体财富增长，却无法立刻补偿那些因此而遭受损失的人群，进而给了民粹主义以土壤。这正是美国社会进退维谷之处。在这个故事里，川普和马斯克所代表的不仅是两位性格迥异的时代人物，更是两种理念的代言人。当马斯克公开批评川普关税，60万人走上街头的新闻占据媒体头条时，全世界都意识到，一个关于未来道路选择的重大讨论已经摆在美国面前。或许历史终将评判这场自由贸易 vs 民粹主义的角力谁更高明。然而在当下，这场角力仍在继续，街头的口号声犹在耳，放手，既是抗议人群对执政者的愤怒呐喊，也是时代对所有掌权者的警醒，民心所向，不容漠视。另一方面，白宫中坚信自己路线的领导者也不会轻易让步，他们赌上一切去验证自己的信念，究竟美国将驶向何方？是在高墙与壁垒中寻求自保，还是在风浪中坚持开放？这场关于关税和贸易的争论远远超出了马斯克与川普的个人恩怨，它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饭碗与未来。当硝烟逐渐散去，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而我们正身处这段历史之中，见证着自由贸易与民粹主义的激烈碰撞，以及由此激起的层层浪花。